请问我们要去哪里？到底要去哪里？去哪里？我们要去见神秘嘉宾啊！还是我们要去一个很神秘的地方？会不会把我们卖掉？我们很值钱呢，因为我有很多肉。哎呦，这爱吗噻？不可以，我没搞很久的了，我6点半起来没搞哎。不没搞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啊，叫我别看了，重点是叫我戴这个。34岁的大叔戴一个这么可爱的眼罩。对。惨了，我没有安全感。老板，你不要动到我，黄振龙。你不要动我，你戴住爱吗？还可以看到我年强。我感受到你。等一下，我们打开这个东西哦，全部不见人，前面没有人。等一下，还是我们有什么生日的 surprise？ 哎呀，不用了，还没有到啦。OK， 我们好好先休息一下了，反正爱妈都戴了，好了。啊，要到了，要到了。小岛国大发现。没有安全感。第几？没有。哦 OK。哎，几节啊？一节还有最后还有哦，多高那个门？我们怕那个门，我不要撞到头哎。来下一集了 ，OK 下了。有很压力耶，没有安全感。不要这样快，等一下。哎，我们来这地方是山珍海味，怎么办？哇，那边也有东西吃哎，闻起来蛮香的。我觉得是酱油啦。我有嗅到微微的一点酱油的味道。这是什么？快我们可以点！拿下眼罩了吗？可以了。哇，好的，欢迎来到酱油厂。酱油厂，哇，非常壮观哎。那个是什么？里面就是酱油啊。酱油？哎，放这边啊。就。哇哎，来，哇！哇，好香啊！你看到吗？这些都是一干一干的酱油。太香了，肚子饿了吗？哇，哎，长得很像龟苓膏哎。哎，你好，刚才我们被香味迷惑了，忘了问你是谁。不好意思，我叫 Ken。南洋酱油厂是我外公他60多年前创办的。那过后就传给我的妈妈，这几年前就传给了我，所以我属于第3代。哦，这些都是你酿的吗？是我们家酿的。哦。传统用古法的方式手工酿出来的。一 OK， 瓶你猜要酿多久？猜对了送你1瓶。哇 ，OK， 我要猜，这个一定要猜。1年。接近啊，接近。1年半。全部你猜喽，全部你猜了3关都给你。答案揭晓，9个月就跟生一个孩子一样，所以这算是我们的 baby。哦，那在我们眼前的这些是多久了？有几个月了，快成熟了。可是我们站这里很久，只是嗅到一点一点，可以把这个整个打开。可以，你小心哦，要小心哦。从这个缝这边闻一下，已经闻到很浓了，是吧？给我眼罩。哇，我肚子好饿哦，快点给我一碗饭。哇，加一只蛋。这边有饭吗？最好是太阳蛋，因为小时候呢，这是小时候的味道哎，就是一碗白饭，然后配这个酱青就可以吃了。3、1、3、2吧。古早味。那我想问，酱油是用什么做的？酱油是用黄豆、盐、曲跟面粉，经过一个撮合9个月的过程酿造出来的。所以制造这些酱油都需要放在这些缸，然后晒太阳吗？对你有所不知，这些是陈年老缸，是古董来的。放在这些刚酿出来的酱油，再配上我们新加坡炎热的那个太阳，味道出来是特别的好，特别的鲜。所以原来还要把这个黄豆捞出来哦，我还以为它会自己发酵变不见呢。这就是非常罕有的头抽的第1抽，所以一缸呢酿了过后，9个月后只能抽1次的头抽。所以头抽就是最好吃的那一个。对，我们叫 Virgin Brew。所以在这里你们直接全部倒进去就这样。不是，有 secret recipe。你知道什么是区吗？我知道去不去的，去哦，哪一个小区？这个区是对我们的这个过程的关键的一个步骤。好，我带你们去看。我们都不懂。我还是不懂嘞，为什么是曲嘞？然后他不是说就是黄豆吗？还有酿制而成，怎么样酿制而成的哈？你要去看还是要晒太阳？去看。
舒服啊！哇，你们好凉爽哦！来，老板自己来一张哇，这个就是黄豆，所以你要让我们看黄豆，还有看什么呢？蛆。记得哦，好学生，你记得那个蛆对吗？是我记得蛆。可是蛆是一个步骤还是一个东西啊？它是一个栽培出来的一种菌种。我知道在哪里。 OK。去哪里？我不懂，他拿过来，他拿过来。我以为他不要给我们看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下班了。是，我们要看了，我们要找蛆。啊，这么大个？这个啊，啊，这个就是蛆啊。这个不是蛆在这里，那个是我们这个大的这个鳃。哦。过后要把这个黄豆放上去，跟这个蛆，这就是蛆。哦，可是这个很像我们肚子痛吃的肚痛粉哎。不是，这个吃了会长生不老。哦，会美颜美白美到完吗？对变美丽。对你已经够美了，所以你们两个，我们3个要吃。我要更美，我要更美。你为什么把我们2个跟他分开？你有讲他需要，我们不需要。对，但是他讲我已经够美了，这个要剪进去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 OK， 来，你可以帮我拿着这个吗？可以，没问题，帅哥。啊，因为你说我美丽。这个是煮过的黄豆嘛，所以我们首先把它煮了大概40分钟左右，它的那个硬的黄豆就变软了。软了过后，我们就给它凉下来后，我们就把这个蛆跟面粉加进去。哎，有面粉吗？面粉。老板，因为你说我美丽，所以我帮你准备了面粉。真有心，你从哪里拿出来的面粉是吧？先，你就把面粉放在中间。老板，等一下，你的手跟我们的手都没有洗，怎么办？实际上我们做全身要穿那个 protective 的那个衣服跟手套这些的，可是因为现在是学习嘛，对吗？你们过后可以拿回家吃哦，自己吃吧，不能卖的哦。那下一个呢，我们就拿蛆，这是我们家自己做的蛆，蛆的成分就这么少，这是很有力的蛆。那下一步呢，你就2只手来跟着我，把这个黄豆按摩一下，跟着你一起这样。哇，这个手把它感掺一下，很难以形容哎。做了后手会变滑的，我跟你说。是吗？哦，你看这楼，你看这楼，这种面具。好，我现在就把这个大鳃拿进那个发酵室，经过一个3到4天的过程发酵，从这个颜色会变青。哇，真的哦，而且它上面你们仔细看还有毛毛的。对，真的是发很好摸酵。的，你摸一下啊，。可以摸吗？哦，哎呦，连在一起耶！对而且我还发现到一个东西耶，刚才我们铺的时候是盖全部的，但是现在它会缩吗？对，真的它变得比较小哎。比较小。是啊，我们放进那个发酵室，其实是要在一个控制温度的那个状态，大概30度左右，因为它不仅是热，它同样的，它发酵过程中也会产热，所以整个房间就会像一个 steam room 这样。哦，了解。所以现在下一步，我要你们尝试一下，不是开玩笑吧，老真的板？没事的。这个像毛臭，很像植物。对，我们给你一个扣上，扣上。什么味道？口感。老板，有哪一个最小的啦？因为我1颗够了哈，1颗1块哈。我们用的这个蛆的菌种是可以吃的，所以呢，发酵过出来的酱油当然也可以吃的。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可怕。放进口的时候有点苦，但是咬了，它散开那个味道是蛮香的。是，还有一点可能你们不知道，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钻石。钻石我们懂，问号房知道吗有看过。好，来扫一扫。这是什么？啊哇，这个很像糖果哎，可乐糖果。好像水晶。啊，我现在讲一下 crystal，因为它很像，因为可乐的糖果是好像有点透明玻璃，然后吃起来是呱呱的。等一下，有可能不是吃的哎，好它的背景。沙滩哦。我没有，我觉得它是那种岩石上面会留下来的东西。我觉得就是玻璃碎了。我觉得是crystal，什么是 crystal？ 黄钻水晶，水晶也有可能哎。有可能。哎，水晶就合理，因为我说在岩石上面嘛，水晶是从那种山洞挖出来的，对吗？好，对，对不对？我的答案是回收玻璃瓶，可能回收的时候会先打碎吗？哦，有理。煮。小老王大发现，找答案。小心，在哪里？
会不会是在这里面？这什么来的？全部都一样的嘞。不可能吗？我哪里可能不可能找到啊？哪里有钻石？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都是黑珍珠。哪里有钻石？有没有 hint 啊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是这个吗？这是什么？哎呀，应该是错了。我只觉得这因为这个有白的有黑，有没有找到没有？没有。不亏我是郭坤耀。怎么样？你找到了？我找到，我找到。你最好是确定你找到。哇，找到了。对啊，把那个找到。啊恭喜你，谁找到的？哇！哇，来收藏很久，世界最珍贵的头抽烟。也像可乐的糖哎。 Grass jelly 耶。所以这头抽烟呢，从满晒到干需要好几年的时间。好几年哦。所以我们有按批的，这一批我们现在在售卖的是10年。哦，这是卖出去的哦。这样不是很贵？所以多少钱？不跟你说先，好不好说啊？先请你吃1颗。哇，请我们吃耶！刚才何门第一个找到对吗？啊我们就先给你一个10个卡拉的好不好？真可能。他10个卡拉，我们5个卡拉啦，可以吗？哇，好羡慕。 10个卡拉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 ，I do。哎，但是很好看哎，很漂亮。所以这个头抽盐是拿来生吃，这样子吃的吗？当糖果吃的吗？是拿来煮东西或者撒在牛排上面吃的。你的脸有一点怪怪。很咸吗？很咸吗？太感动了，是不是？怎么样？给我。精华中的精华。没有。会有什么作用吗？好像特别美呀、长生不老啊，早生贵子啊。都会有。好吃吗？ OK，因为我是很喜欢吃咸的人。我现在还咸到现在，然后有那个，但是是很香的。就是对。对，我还咬。所以老板还是不要跟我们讲多少钱嘛。是多少钱一瓶68块一瓶而且100克而已。 ，100克，哇， 10年的功夫。妈咪，你要不要这个这个头抽什么头抽盐？头抽盐对不对妈咪，你要不要这个头抽盐？很贵呢，100克68块。 68块。可是你女儿很孝顺，所以还会买给她。我没有女儿，我是我妈的女儿。对，我没有女儿。老板你在哪里？老板 Where are you？ 又要做什么？又来。 OK，那现在做吧。老板您在哪呀？快出来啊！来了，不要心急。好，我只闻到酱油的味道。现在我们要做一个盲测的活动。在我们面前有2种酱油，一种是我们传统酿制的酱油，另一种是所谓的速成酱油。好，我们先试 B， 舌头伸出来，给你们一点点哦。OK， 记住那个味道。刚水到我了没有？没有，我还没有，下一个。哦 OK， 老板到我了，跟我讲啊，不然我嘴巴一直开着很难看。好，来开。啊，我到我。下一个是 A。 哇，难讲哎，我没有吃过好的酱油哎，我哪里知道哪个是好的？我觉得 B 是老板家手工制作的这样子酱油。其实我也是觉得是 B 耶。哦，B。其实我觉得除了闻，我们还要吃 with 食物，因为食物能带出那个味道。什么食物？什么食物？鸡蛋。龙虾，对了，不是龙虾。最简单的食物能带出那个酱油酱青的那个味道。所以这个是什么？这是 B 加蛋，我们来，哇，嘴巴翻破，来。OK， 那我们再 try A。可以。老板，你们是胃很大口的。 OK， 其实我不懂是老板沾的那个分量，还是因为真的是它比较浓，所以我就觉得 A 吃起来比较浓。感觉我每天都在吃的味道跟 B 的很相似哦，对嘞，就是好像比较一般的那种。啊，那种一般的。所以我们的答案是等一下，我想闻，我要闻。你是闻的 OK， 可以一样的距离哈，你鼻子一样 A。哦 A，这个闻起来很像刚才那个缸里面的。 OK，我要问 B。跟 B 也很像呢。哦，对哦。 B。 A 是 A 是 A 是 A 啊 A。是 A。 OK， 大家可以拆下眼罩。花中见光明。答案即将揭晓。A
跟 B。哎呀，我们答对了。这个是我每天都吃的这个。是，所以市场上做酱油呢，实际上有3种，一种是古法酿制，另一种是速成酿制，一种是混合酿制。那混合酿制它就是把 A 跟 B 的那个过程掺在一起，所以有一点那个古法的味道，可是同样的又有一点那个速成的那个味道。好，老板，你说古法酿制差不多需要9个月嘛？对那速成酿制到底要有多快呢？最快的就1到2天就可以做到，用那种所谓的 chemical 泡出来的酱油。是没有用到豆的。对，有些是甚至没有用到豆的。那我给你加一点料。这是哦，我最喜欢酱油 ice cream 嘛 ice cream。 Soy sauce ice cream，这个是什么口味 vanilla 加酱酱青，对，撒在上面，搅拌一下。哇，很奇妙，这混在一起的感觉。哇，真的有 soda caramel 的味道。因为古法酿制的酱油，它带出那个鲜味，所以加在 ice cream 里面就会有那种咸跟香的味道。如果只是那种速成的，你加下去呢，就只是咸的 ice cream。这边这么多瓶子，这些都是你们做的也是啊？瓶子。对，所以我们有传统系列，我们的金鹅标，你看到那只鹅吗？黄色跟红色的。哦，所以是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包装。。对对。哦。这金鹅标我们在市场上还有，可是我们产量非常有限。你们知道为什么以前的老牌子都会有一只动物吗？或代表性的一个图片吗？可能早年的人他们说不会读字嘛，所以他们就直接用那个讲我要那个鹅的鹅，对，是吗？对，一针见血比。较容易认。所以黄志龙是老年人啊，明白了。我应该给你们猜先啊！哎呀，哎呀，老年人你那个年代的嘛，是不是？是，以前都是说方言嘛，说他们认那个动物。还有我外公选鹅也是有一个原因，因为鹅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只鸟，它这只鸟呢，一旦找到对方的时候，他们会一辈子长长久久留在一起。哦，长相厮守。所以我外公相信，如果他做好酱油，他的顾客会跟他长长久久。哇，太有意思了，太有意思了。 make sense make sense。就是我想问哦，就是你们这个古早的做法，就时间比较长嘛，然后呢，价钱也比较贵，所以产量也比较少。那什么力量让你可以坚持到现在？其实这个行业非常传统，也算是一个日落的一个行业。可是，在我们的店里，经常会跟顾客有一些互动。比如说，最近我看到一个孩子，他带着他妈妈跟他奶奶一起下来买，就是3代同堂的一起来买我们的酱油。温馨画面。听到他们怎么诉说这个有他们的那童年的回忆，吃起了他们一家人在一起的那个时光。还有一次，我记得我有一个顾客跟我说，他改用了我们的酱油后，他孩子开始回家吃饭，所以我就觉得哇，真的是再辛苦也可能是值得的。没想到一瓶酱油背后有这么多的学问，更没想到我们有 Make in Singapore 的酱油。我要买1瓶回家，给我妈妈煮好料给我吃，在这里打卡。小老王大发现。这个来打起精神，打起精神。你们每天使用的口罩是哪里制造的？
如果是那种 surgical mask，我们通常戴的，应该不是新加坡啊。我觉得我们每天戴的口罩是日本啦，或者是中国，因为日本人的习惯很常戴口罩。我也是这样想，不是日本就是台湾啦。但是我觉得可能在疫情当中嘛，可能开始也是新加坡也是有在做口罩。是，你们看一下这个口罩，好哪里制作？我懂了。哦，Made in Singapore。然后是讲哦，哇，这个我觉得这是特别的，通常我们戴的那种没有这个名字。没有啊，还是制作组自己印上去的， N lab，可能只是一个名字啦。快点呢！你在做什么？不要吵，我在试口罩，我要配合我的衣服。为什么这么挑剔，都没有分别？我们今天来口罩厂不能那么随便，要慎重一点。不要管他。哎，等我啦，跟你们戴一样的啦。哎，等我，哎，开门，开门。哇，很大哎。很多卷的册子。但是到现在都没有看到口罩哦，有人。Hello， 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们好，我是戴安娜，我是这里的负责人。哦，那你是个兽医吗？对。那穿这样是兽医吗？有可能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走错地方，因为我们要找的是口罩制造厂，但是到现在除了他脸上的那个口罩，我没有看到其他的口罩哎，所以我们到底来对地方吗？啊，对了，哇，对耶，哇！所以这些都是制造口罩的材料。对，没错，所以你脸上戴的口罩是你们自家品牌吗？对呀，那制造口罩也是在这里吗？是的，是的，哦，请问你们自家品牌成立了多久啊？我们是去年成立的，然后在10月份的时候正式投入生产。几个月的时间而已耶。真的，所以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才成立这个品牌吗？对对对，哇，那我们想要更了解怎么样制造口罩，你可以带我们去看看吗？啊，可以，但是你们需要穿上太空装消毒。那你呢？可能它有秘密通道呢。说不定还会有秘密通道，然后穿过去。难怪要穿太空装。他有讲到太空装吗？有。上一个 deck 有，这个 deck 没有。乱掉呀！你看呢？乱聊。所以要穿什么？嘿，你们看有这个浴帽。然后呢？我穿了。 OK 啊，我们2个都是 XL 哎。这一个它是有起到一个防护作用，还有一个防静电的作用。OK， 可以了。国库要人你穿得下，你看我刚刚好而已。你懂 Chico dance 吗？现在流行你不懂的啦。哇，我感觉这个像医生哎。哎，可是你穿起来像睡衣呀。这怎么办啊？我有一些肉。不要装进去会比较好了，不用装进去的那个。啊，哇，好看呢你。不是。等一下还要戴鞋套、手套。这里就是我们的生产线，这就是制造3层口罩的材料。对，外面这一层跟第3层靠亲肤层是无纺布，那么中间最重要的叫做熔喷布，它是有这个静电，它才可以帮我们过滤肮脏啊、混尘啊、病毒，才不会被人体吸收。这个呢是放料架。放料架就是3层的料，然后呢就是在一起，在这边切片，切完片就在这边分流去2个线机。为什么要分成2个线机啊？分成2个线机的好处呢，就是比如说现在它这一条停了，对吗？那你这一条可以继续走啊。这就是1拖2的好处。所以请问1天内可以生产多少口罩啊？我知道，3万。我操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啊，3万。怎么知道？大家在外面有事。很聪明啊，很聪明。好，那我想知道，1天生产3万个口罩，只生产给新加坡吗？还是有批发到国外？这个工厂就是为新加坡人开的，所以现在就是给新加坡人用。哇，感谢你们。
知道新加坡有生产口罩，今天我见识到了，我又长知识了。我要在这里打卡，耶！哇，怎么副总理会来到你们这里啊？是买口罩吗？还是拜年？真的，你看那个有那个财神爷在那里。是跟我拜年。我们是去西西跟他介绍了我们的口罩。我们一进来的时候，第一个就看到你，然后你说你是这里的负责人，我想问一下，请问你也是这里的老板吗？其实不只是我一个啦，我们这边有14个老板14个，是其中一个而已。所以你们14个都是朋友吗？还是兄弟姐妹？其实其中有8个，他们是40年前一起服役的朋友来的，然后因为疫情的爆发，他们想要为国家做点事啊，要奉献一点东西，然后他们就确定说要做一个口罩厂，那你们14个人一共投资了多少钱来制作这个口罩？一共投资100万。我的天啊！为了口罩，为了制作口罩啊！是，而且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哦，是为国家奉献哦。是100万呢，要赚回来几乎是回不了本的。因为我们的机器是很贵，然后我们买的材料也是最好的、最贵的，所以呢，就一定要用到这样的费用。可能很难回本，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想到这个问题，他们就是只是说我们可以做出好的品质出来给我们的国人，这个就是他们要的。谢谢你们，非常的感动，值得为你们掌声鼓励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我非常佩服这14位出钱出力的老板们，不计回报的去投入生产口罩，这种使命感非常的了不起，非常 respect。我在这里打个卡。你知道那个穿红衣的是谁吗？我当然懂啊，谁？你们的副总理哎呦，叫什么名字？王瑞祥，王瑞祥先生。哪里对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字写杰，多一次，多一次。王瑞杰先生。他会的，他会的啊。小老婆大发现。为什么我们今天把问号房搬来巴士？为什么我们要有行动问号房呢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来，就没忙前面，不是这个念吧有可能他们开去问号房哎。 ？OK， 我要问你，新加坡动物园曾经获得什么荣誉？什么荣誉？应该是最干净的动物园奖。可能是最优美、最美丽的动物园。它在新加坡内聚集最多动物的地方。新加坡就一个动物园。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有可能其他的部分是有动物吗？你懂吗？哪里有？没有，哪里有啊？那些猫猫，那些牛这样。那个是大自然 ，bro。开心开心！哇，今天有的玩啦！ 趁这个机会，我就来教育你一下，这叫做欧朗乌丹红毛猩猩。哦，谢谢知你，谢谢道吗？你。不客气不客气可是哦，今天我们真的很 lucky 耶，可以来到动物园看动物，又有收看 I love variety。你想得美啊！我们今天是来了解动物园是怎么照顾这些动物的健康的。怎么了解？去哪里找？等啊等，没那边，那被子的这么多集啊，你还不知道？哇，很早哎，没有什么人。哎，我们的答案。 哦，哎 Hello， ，Hello，请问你是我们要找的答案吗？ Hello， 我是兽医护士 Clara。哦，是。难道我们今天是要来了解动物的健康检查？
对的，这是我们的亚达波拉象龟，你们来的时间正好，我们要跟它做身体检查。哦，我还以为他们在检查石头哎，石头哎，很大力那个，真的。它是象龟是吗？象龟。所以我们一起去看吧。OK，好 let's go。请小心。那么他几岁？这只象龟叫做 Claude， 它今年才33岁。33岁跟他一样，好激动哦！可是这些象龟其实可以活到120到150年，所以 Claude 还算是年轻的，哦，请问多重啊？大概有160公斤。很重哎。对啊。那现在他们在做什么？现在他们在准备为象龟做 X 光检查。等一下，但是它是生病还是什么？为什么要找 X-ray 呢？哦，没有，因为它是健康的动物，所以我们每年至少会为它做1次的身体检查。哇，所以我们那么幸运，今天来真的就是遇到1年的1次。对，刚才我们看到他把它搬上去 trolley， 然后现在他自己爬下来，为什么？因为看来坐得太久了，所以它现在已经不耐烦，所以它就想要移动了。所以我们就换一个新的方法来为它照 X 光。他拿着那个 X-ray， 其实真的是蛮重的，是不是？对，那架机器大概有50公斤。我真的不容易。比我还重呢。你看，所以你看我们的兽医还进了一批汗的。这流汗。所以他们照 X-ray 完了，直接可以看到那个成绩嘛？对，你看那个兽医他拿住的那个板子，啊所以他们照的 X 光就直接通到那个板子上，所以现在他们在检查它的骨骼结构。就是看它的 pelvic， 它的 pelvic。的。当然。还原来乌龟有骨的。啊？什么？当然有骨的，壳只是一个保护层而已啊，所以里面还是有骨，跟人类一样的。接下来还会做其他的身体检查吗？等一下兽医会为他们做抽血，这样他们才能知道它的肾脏功能怎么样。那这个象龟最容易得到的病是什么？象龟其实都挺健康的，没有什么生病，只要你给它的环境是好的，食物是对的，就很少生病。所以你们是一大清早就是做这个身体检查，不要让那些 tourist 看到，是不是？哦，没有，其实不同的动物的检查时间不一样。像这只象龟，我们会选择早晨，是因为它们在这个时间比较不活跃。如果要做身体检查时，就会比较容易。那那些猛兽怎么办？猛兽我们就必须麻醉，所以等一下你们就会看到了。真的？等一下，我们要近距离接触猛兽。哦，真的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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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今天我们会为美洲狮做身体检查。那你们做身体检查的时候，是不是有步骤？对，所以这里是我们的诊断室，连接的也是手术室跟 X-ray 房。所以所有要被检查的动物来到这里都要被麻醉吗？大多数都需要麻醉，因为我们在这里的动物通常都是凶猛的，要不然就是野性的动物。所以如果没有麻醉，我们是不能跟它做接近的检查。也对啦。那为什么你们不能直接在他们住的地方直接做检查？我们会选择把他们带到医院，因为我们这里的器材比较齐全。哦，刚才我也看到，他也拿着东西来夹住那个舌头，那是用来做什么？那个是来检测它的心跳率，哦，舌头。所以就是利用器材来帮我们monitor animals。所以剃毛这个动作我是非常的好奇，剃毛来做什么？剃毛是在那个静脉上的，就是为了插那个静脉导管，在它的肚子剃毛是为了超音波扫描。对对对。那除了来这里身体检查之外，那些生病的动物是不是也要来这里？所以我们会第一把动物带到医院来做检查。第二，如果他们的病情严重，我们就需要把他们住院。对啊，我想问一下，其实你们每天都会检查这么多动物，那你们要负责多少只动物呢？这里主要负责的是新加坡动物园、河川生态园，还有夜间野生动物园，大概就有1万多只动物了。哇！不止这样，我们的集团其实也是被设定
为野生动物的拯救中心。哇，这是外面的，就是野生动物也可以送来这里治疗。对，我们平均每年都会收到2000只不同的动物。大问号，你听不见，不可能看不见，在你的头上又当真了。OK， 我要问你们，新加坡动物园有多少个物种？多少只动物52个，有这么多？ ？OK，63，我觉得有63种。我觉得可能有30-40种就很多了。我觉得有63种物种，然后呢，应该是有1088动物。我觉得有52个物种，然后就有1001个动物。我觉得有35个物种，至少300吧。 300 animals. Yes 。坚持。我知道是错的，但是我坚持。 单单新加坡动物园就有300个物种了，超过2400只动物。2400只。像我们3个都答错了。刚我们早上讲新加坡有多少只动物？我讲1000只。你哪里讲？哪里可能？我小看你们了，我小看你们，不好意思。差很远 bro。对，爸爸喂。太久没有来了啦。医院要负责3大园区，差不多1万多只动物的健康。对他们还要照料园区以外的野生动物，哇，真的是佩服这些兽医护理团队的用心与专业。小岛国大发现。 哈哈，这个我常看到，马路上有。哎，不是啦，是斑马。对呀，马路有斑马线吗？那个是斑马线。哎，河马的朋友，鸵鸟。哇，我有很多朋友啊，这样。为什么叫我们来这边？知道。哎呦呦。哇，我们来对的地方了。哎，有一个问号。有新的 QR 码。来，扫一扫。是不是有问题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懂，海牛。我觉得它是，跟海狮、海狗同类的。对，它不是鱼类。它不是鱼类。海牛最重有多大？最重啊200公斤。 ，200公斤有，绝对有，我觉得。绝对有。答案在前面。对。用走的啦，找答案。答案在哪儿呢？不要跑！稍息列阵站好。嗨，你们好，我是河川生态园里的水族管理员，我叫胡敏仪。今天我要带你们来参观我们的海牛趣味游幕后节目，你们会有机会接触到海牛。近距离的吗？对，可以碰它吗？对。当然，再来呢，那里基本上是一半有水的状态，所以你们都需要穿着防水服。你不是要抢镜哦？你可以讲很久啊。自己贴到自己吗？海牛呀！这是我们其中一只海牛，等下我的同事就会进来帮它做健康检查之类的训练。啊，什么样的训练法啊？我们的海牛都有他们的训练时间表，所以每一只海牛大概每个星期会做至少1次的训练。哎，为什么它翻滚过来？海牛它需要维持在肚脐朝上的一个姿势，方便兽医为它进行健康检查。所以顾名思义就是训练它翻身。
对，所以当做这个训练的时候，我们都是用食物作为他们的奖励，所以一切的训练都是他们自愿的，减少他们的压力。然后我们的同事他都会用已经钝掉的针，我们特地把针头掰弯，小心翼翼的施加压力在他们的旗帜上，所以就模拟他们平时在抽血的状态。被针刺的状态，当我们的兽医需要真正帮他们抽血的时候，海牛才不会突然被吓到，或者是非常的压力。哇，这个是不错，是非常贴心。很大只哎，它是多重啊？这个？一只海牛大约会在350到600公斤，而我们有其中一只海牛会重高达大约1200公斤。啊！我的天啊！那请问海牛是什么物种？它们是哺乳类动物。那我们刚刚是说它跟海狗、海狮、海豚是同一类，对吗？它们都是同样是哺乳类动物，但海牛它的基因里面呢，会比较跟大象比较接近。那应该它叫海象啊，为什么它叫海牛？因为海牛它吃草为生，所以就像一头牛在水里一样，所以叫海牛。了解。体积庞大的海牛会翻身躺着，让饲养员针刺，那是为了熟悉身体检查时的步骤。饲养员真的是非常关注你们的健康，你们真的是太可爱了，我要在这里打卡，耶！兴奋！对，就是我们跟海牛接触的地方，等到我们下去的时候要小心。了解。那我们走吧。哇，很靠近耶，我可以摸它吗？ OK 吗？我们这里其实有18只海牛，它们的食物有包括胡萝卜、有香蕉叶、芭蕉叶、大白菜、一些番薯叶这一类等等了。它不会咬我们吧？我们不会，它们的牙齿都在里面。其实它们都是用它们的臀部抓食物，推到它们的嘴巴里面去吃。所以当它吃的时候，我们把它放进去，然后它就会吃了。其实他们都很懂规矩的，你看，完全不争不抢。对。所以他们一般上食量有多大？它们一天内会大概是自己身体的体重的18仙。18仙，所以差不多要吃，如果400公斤就要吃40公斤的菜呀。哇！ OK，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说它的祖先是大象了，因为它的手感，它摸起来真的很粗，很像大象。对。来，我们看看我们体型最大的。哇，这个很大哎！这个就是那个1200公斤的吗？对。我要它叫伊吧。所以它是最老的吗？不是，它不是最老，最老的反而它的身体是最瘦的。 真是太好玩了！第一次跟海牛近距离的接触，很可爱，非常可爱。胖胖的，粗粗的，耶！海牛很可爱。其实呢，要照顾体积那么庞大的生物，真的是不简单呐。谢谢敏仪带我们来体验，还有了解那么多。所以我们这个海牛趣味游呢，其实也开放给公众。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跟我们的海牛有更多互动和喂食海牛的话，请到我们的网上查询。是，我觉得这个体验呢，你们一定要来尝试一下，因为有这么好的体验呢，都要谢谢你们尽心尽力的照顾这些动物，谢谢你们。对，难怪新加坡动物园会是全球3大之一哦。哦 ，yes， 真的是新加坡的骄傲啊！收工。等一下，这么快就想要收工？问号房还有很多问题我们还没有解答呢，我们明天再来。这样子了，对。要收工了，你也累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也要回家了，但你明天会来吗？我不来了。你不来了？你辞职了？你今天招待我们一天，你就不做了？是我的休假。那我们一起去家。明天的事明天再讲，明天我们再来找答案。明天见，明天见。明天见，拜拜。跳。走啦，这么多机会肯定的啦。后来发现那边是死路。如果阿根配酱鸡，再配鸡蛋呢？哎，再配饭呐，再配饭呐，好，
我们吃这个酱精 ice cream 吃到全部人乱掉我一定要站起来，你才知道我不是何门是吧？哎呦，很乱嘿 ，Hasman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无法认知的酱油会让你吃到嗨的。哇！